当时另有一班人包围他的家属，个个都说有办法。其中有一个集团为朱子云设计，以治病为名，把他送进一个医院。这家医院小得很，供应鸦片不在话下，但是一天天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他。说是这件事，南京的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都知道了。罗君强上任之初，对法院管得很严，传说他相不受贿，有罗青天之号。罗认为这件事非严办不可，但是也有人说罗青天是假的，他只是不受小贿，大贿照收。因此，有人为朱子云走了不少路子，花了无数金钱，总是得不到一个确实的消息。朱子云虽然是一个大富翁，但是平时用钱很吝啬。大家都知道，从前没有限制用电的时期，他家中一样不准多开电灯，他的烟室中连灯都没有，只靠一盏烟灯照明。他想到这场官司家里一定用了许多钱，心痛非凡，疾病也就一天重过一天，经过了若干时日，终自死在这家小医院里。人死了，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朱子云死后，我知道了3个消息。原告事主是一个普通工人，头脑简单，他知道这场官司要是敲诈到了，需做7份分派，他得2份，其余5份都归那些兴风作浪的人。他不满别人分得多，自己分得少。他天天被困在中国饭店小房间中，也同囚犯一样被人看守，夜间必有一桌麻将打到天亮，这使他不能安眠。而且他也有些良心，说当时已拿过钱，现在再要这样大肆敲诈，于理也不合。有一天，他私自溜出来，想到朱子云家中说明原委，再向朱家要一些钱，朝乡下一走了事。也是朱子云的命运不好，这个原告找寻虹口周家嘴路，但是寻错了，寻到周家桥，因此仍返中国饭店。要是他找到了朱家，一走了之，讼案就此撤销，朱子云的老命可能也保全了。第2个消息，这5个人为了看守原告，开了中国饭店的房间，也花了不少钱。朱子云一死，花的钱都落了空，其中以橡胶厂老板冯某最受别人的指责，说他是正当商人，不应该参加这种敲诈的事。第3个消息，虹桥疗养院几位西医讲起朱子云这件事，说橡胶厂那个女病人一刀下去流血不止，原来是血友病患者。依照法律而论，要是法医能做公正的证明，朱子云是可以被判无罪的。我到了香港之后，看见有一本书写汉奸们的下场，审理朱子云的法官赵征堂，不知为了什么案件也被枪毙了。囤药发财惨祸俱来，在沦陷期间，各种各样的讼案虽多，最惊人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，就是上海华美药房的一件师兄惨案。惨案的经过是为了一个舞女陈云长，案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舞女，并不是电影明星陈云长，弟弟竟用斧头把哥哥劈死。这件案子闹得满城风雨，结果弟弟被判处死刑，至此徐祥孙的2个儿子全都送了命。这位徐祥孙年龄已相当高，是华美药房的独资老板。最初谣传他以贩毒起家，事实也许言过其实。那时抗战已进入后期，各国与中国海运早已断绝，西药涨了几千倍，甚至几万倍。徐祥孙所生只有2儿2女，哥哥人称大徐，弟弟名徐达全，人称小徐，
曾在沪江附中读书。哥哥是管华美药房全盘账目的，办事很勤恳，用钱像不浪费，一生没有嗜好，为人也很和善，所以人缘很好，大家都乐于同他接近。弟弟完全是一个纨绔子弟，少爷脾气十足，起居奢华，挥金如土，脾气很坏，面目可憎，虽然打扮入时，仍不免有些土气。我当时认识华美药房的一名伙计史志富，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中级职员，小名阿富。我和他年纪相仿，我常托他做事，他也常托我做事，因此我们两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赶到我家里来，说有一件事想让大小个报概不登载。我问什么事，他说就是只要说到华美药房的事情，新闻一律抹杀不提，给大小个报本部版编辑送一些钱，此事应该向何人接头？我说报界之中本来有两条线索，一个是申报的唐世昌，大小个报可以一手包办，还有一个是新组织要抢这种生意做的有9个人，拜黄金荣为师，名为黄九公。黄九公中新闻报的杭石军最有力量，但是发起人是金刚钻报的世纪群，要我去讲这种事情，还要经手银钱，我是不情愿做的。唐施两人我很熟，不过要深夜去找他们，唐世昌易找，而施季群却不易找到。听罢之后，史志富掉头就走，看他的样子甚为紧张，而且手里还拿了一个皮包，看上去很沉重的样子。接连2天，我注意大小个报，并没有华美药房发生事情的新闻。我心想史志富的路子走对了，钱能通神，果然被他们眼进耳目。不料在第3天，大美晚报第一家登出一段新闻，题目是华美药房发生惊人惨案，内容说胞弟用斧头斩死胞兄。从前上海很少有这种惨案发生，经大美晚报这样一发表，全上海的人都引为谈话资料。各报登出的新闻紊乱得很，综合起来说，就是徐祥孙的财产已经多到难以估计的程度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具体数字。当时家居法租界蒲石路，住宅是1连4幢小洋房。从前上海的小洋房都是3层楼，前面必有一个小花园。他把3幢小洋房前后门都用铁闸锁住，徐氏本人就住在第1幢小洋房楼下。这里原是客厅，他自己住在客厅中，看守囤积着的搬入搬出的西药。2楼是大儿子的账房间，其余就是2儿2女的卧室。有时徐祥孙到总店去视察业务，这里就由大儿子和姐妹俩看守，小儿子他向来是不信任的。有一个时期，小徐夜夜到百乐门舞厅跳舞，他看上了一个由嘉兴来的舞女陈云长。此女说的好听些，身材苗条，体态轻盈，其实瘦得很，并不特别美丽，可是出身不坏。小徐爱上她之后，每晚叫她做台子，临走时总是一大沓舞票加上每斤100元，以博美人欢心。实际上陈云长有很多舞客，对土气的小徐并不喜欢。